你一直都在用这种方式来打击对手，看来我还是太低估你了。我知道你冷酷无情，但没想到会严重到这种地步。I smell something. Your hatred. Madam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医生怎么说？狄仁才已经苏醒了，医生也说他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他脑部受伤，现在处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，并且他也失去了部分记忆。失忆的情况如何？不太清楚，医生要进行观察才能确认他是不是长期性的失忆症状。狄仁才可能会刚好忘记他在不久前发生的事。Sorry, Madam， 你目前正在接受调查，不可以参与这个案件。我没有说要参与啊，我只在旁听。我看你还是先回去休息，让我们来处理。你们照常盘问他，当我不存在就好了。你这个禽兽！你逃不了的，放开他！对不起，小曼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杀死你父亲。闭嘴！不要再讲！蔡先生，你认得这张照片吗？林伟忠、张美萱，他们是一对夫妻，你认不认得他们？28年前，他们在7岁的小儿子面前互相残杀。两夫妻死后，小男孩却活了下来。
他的名字叫林培育。这小男孩就是我。你的本名叫林培育，过后被一对夫妇领养，就改名为蔡志平。碰到这场家庭悲剧，你被送进儿童心理治疗中心，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。当时你认识一名小男孩，叫做 Thomas Cobb。你在画什么？我是 Thomas， 别人都叫我小虫。Welcome, welcome。你是不是从 Thomas Cobb 的口中知道他曾经被胡广明性侵犯？所以，你答应 Thomas Cobb， 一定要为他报仇，是不是？小虫，那个男人的名字叫胡管明，他是律师，对不对？小虫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我真的记不起来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有发生过这个事情。昨天，你用这把刀刺杀胡广明先生，总该记得吧？你说我杀人？不可能啊！我不可能会杀人啊！这个凶器有你的指纹，我还有3名证人目睹你行凶的整个过程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承认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我完全想不起有发生过这个事。你这个失忆症还真方便啊！看来你真的把以前做过的案件都忘得一干二净哦。小门，我真的做过这事情吗？啊？你想为 Thomas Cobb 报仇，可是你失败了。我爸还好好的，你根本没有杀死他。很失望吧？你以后没有机会帮 Thomas Cobb 报仇了。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报仇啊，小曼，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你不要再装了！你要用这种方式来脱罪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点了菜人，会让你露出真面目。小曼，我为什么对你所说的完全没有印象了？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现在思绪很乱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李仁才的确是个非常狡猾的对手啊！他承认自己的身世，证明小时候经历过家庭惨剧，所以特别容易让人相信他精神状态不正常。他分明在假装失忆，我会拆穿他的。就算你打开他的脑，也看不出他是不是真的失忆。会找出他的弱点，摧毁他的防线。没错，你一直都在用这种方式来打击对手。看来我还是太低估你了。我知道你冷酷无情，但没想到会严重到这种地步。你想说什么？为了抓到Dylan，你不顾自己父亲的安全，未免太过火了吧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跟踪我母亲是为了帮她查出谁在跟踪她。我完全没想到这个人会是我爸，刚好碰上 Dylan 要对我爸复仇，这完全是巧合。
I smell something. Your hatred. 小曼，我真的不希望你行差踏错。那么喜欢把自己当做一条狗吗？是狼。放心，我不会那么容易的让你取代我的位置的。You're welcome.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要耿耿于怀。你想说什么？小曼，快过来！小曼，跟你爸说话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每当我想起对你们母女所造成的伤害，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一种煎熬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对不起。在我有生之年，可以再见你和小曼最后一次。就算死了，我也没有遗憾。22年了，你爸无时无刻的被悔恨煎熬着，他受的惩罚已经够了。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已经放开我心里的怨恨，早就原谅他。你爸本来是还有机会弥补过错，重新开始他的人生，为什么你竟然剥夺他的机会？你早就知道敌人要杀你爸，所以你利用他来抓敌人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肯跟你说话，肯看你的眼，都是因为我要利用你来打你的。每当我想起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
我只能觉得恶心。他是你的亲生父亲，怎么可以不顾他的生命危险？你到底有没有想到后果？我的确是利用他来当了，不过我没有想到后果会是这。是我说错了，你不是没有想到这么做的后果，因为你痛恨你父亲，你根本就不管他的死活，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他是你父亲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想爱他，小曼，我对你太失望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没有，妈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家爸爸眼中永远是第一名。这些年来，我每天都在希望有一天能够将这纸画送给你。小曼，你双手沾满了好多人的血，我不会让你脱罪的。我真的没有杀人啊，我不是凶手。这是你的家长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做错了？你明知道迪伦一定会杀了你爸，你还坚持这么做。老实说，这次你的确是做错了。其实我不是很确定。可是我心里好像闪过一个很可怕的念头。什么念头？我是不是借着 Dylan 的手来杀自己的父亲？不管你再怎么痛恨你爸，你也不会这样做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。不过这次我真的不知道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不
管你再怎么狠心，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杀人的。不过当时我真的要开枪了。不要开枪！如果你没有及时阻止我的话，幸好到最后你都没有开枪。不过我真的有杀人的念头，我从来没有失控过，我不习惯这种感觉。斯文败类在你面前杀了你爸，你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。就像当初我亲眼看到洪朝哥被杀，我也很想亲手杀了那个阿修罗报仇。雨泽曾经跟我说过，我们天天跟罪恶搏斗，可能会被他吞噬，变成像那些罪犯一样残忍无情。白骨精，看住我，看住我啊！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。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不能迷失自己。妈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不过我最伤心的是我竟然让你这么痛心。我不该怪你，你做事不择手段，这么绝情，其实都是我一手造成，是我把你培养成这样。我要怪的话，就怪我自己。我没有教你对人要宽容。妈，不要自责，是我不顾一切连我爸来逮捕的人，他的死我要负责。你爸伤害那些小孩，的确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可是也不至于用生命来偿还。小曼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，这是意外。有没有兴趣比一比？您知道会输，干嘛要比？比过才知道。
在一场斗争中，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不重要，重点是你输了，上什么料？怎么，输不起啊？偶尔让你赢一次，你就得意忘形了。如果真的是你让我赢的话，Why do I smell something？ 你不服气？不对，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怎么会在意我们之间的输赢 Really? I can prove you're wrong. 刚才我把弹夹丢向你的时候，你马上防备地闪开，这表示你对我怀着戒心，也证明你只把我当成具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。哇！不管谁把东西扔向你，最自然的反应是闪。看来你怎么都不肯认输。呀。OK，thanks。精神科医生证明，Dylan 的精神状态不稳定。他杀我父亲是没意识下的行为。那他有可能摆脱谋杀罪了。怎么，又在为了想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了 ？Tell me if I'm wrong. 做了新口味的大包，你们全部都要帮我 try 啊！不要说废话来应酬我啊！哇，大包姐，红包店的包种有这么多，你不需要每天试新的花样吗？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懒的话，我这间店啊早就关门大吉了。哎，你每次都拿我们来做实验，10次里只有1次成功啊，其他9次都在受苦，还真的是生不如死啊！不要跟我说死这个字啊！那从现在开始呢，你每说一次呢，就扣你10块零用钱呢。啊，阿斌，你不怕死啊？哦，丽姐姐，你讲这个字了，扣10块。啊，当真啊？不等。大包姐啊，这是玉叫什么名堂啊？红潮包，是要来纪念红潮哥的。你要记得啊，阿公以前是很出名的，每个人都叫我霹雳刀红潮哥，一个人啊砍到47个嘞。怎么样啊？好不好吃？好吃是好吃，不过有点辣。那就对喽，红潮哥的脾气火爆吗？所以我才会想出这个辣口味的大包。他平常爱吹牛，所以馅料是牛肉。红茶哥姓红，所以包是红色的。哎呀，这么聪明啊你！大包阿姨，红茶阿公在天堂看见这个红茶包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当然开心啦，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要把它发扬光大，让全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有这个红茶包。所以为了做出最好吃的红茶包，我们多试几次啊都无所谓的。真的吗？大包阿姨，加油哦！加油啊！来，干巴的，干巴的，什么干巴的？是干爆，干爆！你今天来的刚刚好，请你吃我们的最新产品红桃包。我不是来吃包的。那你是来找失踪人士的？是的，我叫傅洪博，我想请你们帮我找失踪的妹妹。那你有没有她的照片？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妹妹叫傅乐玲。哇，还蛮不错的嘛。你在什么时候发现她失踪的？昨天傍晚，大概4、5点左右。她之前去过哪里？没去哪里，就在家里。昨天她一出门，我就找不到她了。他可能是出门吗？以为他失踪了。对喽，你妹妹差不多20多岁，哎呀，很有可能出去玩了啦。
从昨天傍晚到现在才10多个钟头而已吗？哎呀，我看他玩够了就会自己跑回家的啦。他不会回家的。你不用这样担心了，我之前见过很多这样的失踪案件，通常都是这样的。你回家慢慢等吧。他平常都不会自己出门，也不敢不回家，他一定是失踪了。好了，电话号码给我，帮你打给他。他没有手机。啊，现在连小学生都有手机了。我妹妹是个聋哑人士。那你们住在哪里啊？牙龙。牙龙啊，既然他不常出门，应该走不远吧？我就在这一带帮你找找看。我在这附近找过了，都没见到他。我们熟这一带的，有些地方也找不到的。对呀，如果他没有离开这一区啊，我打包单很快可以找到他的。放心吧，照片给我。哎，老板，谢谢啊，有空常来啊，有空常来啊。不客气啊，不客气，哎。哎，贵公啊，吃饱了吗？请你了。大包姐谢了。哎，大包姐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？没有啊。不是吧，大包姐，你又查失踪人口啊？是咯，最近行情怎么样？生意很差啊，你看。怎么搞的？刚刚换的衣服。对不起，梅姐，对不起，下次小心点啦。下次不敢了。是一起这么做的吗？可是现在跟以前不同啊。有什么不同？贵公啊，那女的是谁啊？哦，她是从中国来的，叫小娜。哎，十三，你对她有兴趣啊？大家这么熟，我算你便宜一点了啊。你死贵公，你不要乱来，我跟你讲啊。哎呀，开玩笑的啦，13个人要，我也不敢卖给他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被送来的第一天啊，就验出有艾滋病了。我是不做缺德的事的，有艾滋还叫他出来做。那你还养他？哎，反正人来都来了，不用白不用啊哈。你看他也蛮勤劳的，留在这里可以帮头帮尾哦。你刚才说什么不同啊？哦，你知道那个大小眼吗？啊，变态的做梦嘞？不知道他哪里找来了一大堆货色，有未成年的，有耳聋的，有哑巴的，还有啊，有些是有老公的。总之啊，花样多的是啊。你知道啦，顾客是贪新鲜的，钱都去光顾他了。他窝在哪里？他是做流动生意的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这样子啊，我去问鬼头仔，他一定有消息的。走喽！喂，13，走了，谢了。哦。嗨，我对于说龙。你在查 Dylan 父母的案件，要找出李仁才的弱点，就必须从他犯罪的根源找起。Why do you look so surprised? 以你的水准，应该说不出那句话。是不是小看我？ Dylan 会成为连环凶手，一定跟他童年的遭遇有关。你查到什么？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。Dylan 父母的解剖报告，张美轩右手腕骨断折，左手的3根手指也断了，头部受到重击是致命伤。你再看林伟忠的部分，他的下腹部位被刺中致命的一刀，没有其他伤痕。你认为林伟忠被刺了这一刀之后，还能不能打伤张美轩？不可能，他一定是被刺中之前就已经打断了张美轩的手。那张美轩无法握刀刺林伟忠啊！现场只有3个人，不是张美轩，那是……
大宝姐吓死人咩？一定是做什么亏心事，叫一声吓成这个样子啊！没有了。喂，你这个人啊，除了做坏事还要做什么啊？哎，不要这样子讲嘞。你跟大小眼在搞什么鬼啊？谢老板，你要的货到了。谢老板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你看看这个，真货啊！我的车马费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来，谢啊，谢了。你做什么？你们几岁？他们已经18岁了，好不好？什么18岁啊？我看他们中学都没有毕业啊，太无良了吧，做这种事。关你们什么事？好，那我问你，这女的有没有见过？没有。没有？哼，明明有看见，还说没有，你是不是拐带她？哇，你不要这样子讲哈，他们都是自愿的哈。自愿不自愿？你拐带小孩子去卖淫啊，罪很大的哈。告诉我嘞，大小眼在哪里？不然就死定了啊！大小眼，这女孩子呢？你带她去哪里？你叫什么叫？大白天的，什么女孩子，鬼就有。你不要假，她昨天晚上失踪了，是不是被你拐带的？喂，你放什么神经啊？我的事你也想管？你谁命长啊？啊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老远都不放过！喂，说话客气一点啊！不用怕。不要跑！来吧，来吧！还真的啊？你想玩真的？你放手！喂，看好你这只狗，不要让它出来外面乱浪费。不要说我没有警告你，把那女孩子交出来，不然警察就要来了啊！哼，你是不是出来混的？你敢报警？出来混也要讲道义的。你在这里啊，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谁会帮你啊？我在这里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就是认识的人多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就是有胆，怎么样？有胆去坐牢了。听说你去年刚出狱是吗？现在屁股痒，还要去做啊？错了，是屁股痛，生痔疮，对不对？喂，开门！开门！警察！开门！你不要怕你，不能离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记起之前的事情。你们还想确认些什么？这位是高洁宇，他是个心理医生，你们见过面的。不记得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来见你是想帮你尝试恢复记忆。当然，我们不会逼你接受这个提议。你们想怎样帮我恢复记忆？我会帮你进行催眠治疗，让你和你的潜意识好好沟通，这样或许能让你记起一些事。催眠？不用担心，就算催眠治疗后，我们也不能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。如果你是清白的，该不会介意试试看吧？你现在觉得很轻松，全身肢体都感觉轻快，就像浮动在半空中。当我数到0时，你将会进入深层的催眠状态。5、4、
believe this? 3、2、1、0。告诉我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一个客厅，我以前住的地方。很好，请你往前走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？跑上去，给我出来！再不出来，都走到你惨！我看到一个男人。看你往哪里跑！跑，再给我跑！跑什么？给我跑！跑！然后那小孩在哭。你认得他们吗？那男的是我爸爸。跑！还有狗这不大声点！那是爸爸、妈妈，还有我。计算到50，你马上回来。5、4、3、2、1、0。蔡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是故意的！你没事吧？我就是凶手，是我！我就是凶手！我用沉默打开了天空，谁的脸孔蠢蠢欲动，谁在惊悚，谁在被我暗涌。我用微笑回应嘲讽，谁在放纵，那是虚荣，还是不安在跳动？现实背后不全是笑容，偶尔隐隐作痛，让人变得被动。我相信你双手能把爱拉拢。我知道我的未来有我的我来操纵骄傲的风，那些曲折完整梦。